大家好，这里是说话不算话的专家号。说好的10295与 C61045的911对比呢？不好意思，请听我们慢慢解释。原计划我们确实也只是想将10295的主模式911 Turbo 与上一期的 C61045做一下对比，但在对10295进行拼装步骤拆解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款很有意思的产品。于是，在 EuroBricks 论坛网友 BrickWild 制作的10295主模式911 Turbo 的模型基础上，我们又制作了其 B 模式911 Targa 的模型，也还原了印刷件。既然万事俱备，不如我们就为10295单独做一期。如果在呈现效果上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在没有实物产品的情况下，我们唯一可以拿到的官方资源就是乐高官网下载到的说明书了。首先要表扬一下，这次乐高终于提供了一本完整版的中文版 PDF 说明书。那么乐高10295，我们就围绕这本说明书来展开。保时捷就是911，911就是保时捷，所以在近6年不断涌现的乐高保时捷授权产品中，911车系就占据了2/3的比重。面对已经推出过大小2套911车系产品的机械组，创意高手也确实应该出手了。本着机械组追新 Creator 复古的传统，10295瞄准了保时捷1964年的第一代911。正如包装盒背面醒目的2合1玩法以及资深设计师 Mike 所描绘的，10295的设计之魂就是围绕着这2种模式。零件分为了10袋，其中前7袋负责拼装2个版本车型所共用的部分，差异出现在第8袋的时候。Turbo 版本使用了8、9号零件袋， Targa 版则是第8和第10号袋。第一代零件对应的底盘还是传统乐高小颗粒的打法，红蓝孔梁可以很好的区分出底盘的左右，竖直的 L 孔梁暗示了这里会是方向盘转向柱的固定位。底盘的扩展方式与10265一样，通过大尺寸的板。因为同为半个世纪前的老爷车，这款911并不追求超低的离地间隙，车身依然保持了标准的16格宽，这也代表了它与10265拥有类似的模型比例。第一袋不存在任何机械结构，也没有前后车轴，仅仅是2轴之间的底盘部分。但后部那个上移的框架零件则暗示了后轴这里可能存在不寻常的结构。第二袋零件对应的溜背造型是911线条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模型设计师对其还原的一个难点。当我们疑惑突然出现的一些圆柱或圆锥零件时，它们很有可能是为了配合非直角搭建。这里先卖个关子，911的2+2座椅被很好的还原了出来。乐高从去年开始，很多18家产品的说明书都会在拼装步骤中间对授权产品的某些特征做特别的说明。10295大量的使用了一种中央带有中空凸起的1×1光面零件，它有很多妙用。这里我们能看到将它反向扣在孔梁砖凸起扣的凹槽内，这样就可以在它的底部反向咬合各种零件，以实现180度头对头的 Snot 搭建。这是这个零件在10295的第一个妙用。这里为何要用这个1×2的板反向安装？请允许我们卖第2个关子。溜背造型本质上还是通过栓实现的倾角，但这里仅仅依靠了车头方向的一个带栓孔的板与车身连接，车尾方向则是靠在刚才卖关子所说的圆锥零件上。而为什么要用这个圆锥零件？大概率是因为它中央唯一的那个凸起扣刚好可以用来咬合某些零件的底部。这也不是我们节目中第一次见到圆角零件实现非直角搭建了，10248的后翼子板也用到了。接下来是第3袋零件对应的后轮拱，我们再次看到中央带有中空凸起的1×1光面零件，它的顶端凸起可以插入轴孔中央，这个我们在80107中也见到过。这里它还夹在了2层板中间，此时凸起又变成了固定夹子零件的手柄，实现90度的 Snot 搭建。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老式机械组5格板，可以用来当1×5的零件来用。后保险杠上我们会见到一个印刷件，就是保时捷的文字 logo。10295不带有任何贴纸，为全印刷件，对于一套授权产品来说，这是值得的。车身左右后角使用了一对全新的大尺寸弧面斜坡零件，这也是对911尾部最完美的表达。相信后续我们还会在更多的产品中见到这对零件的使用。第4袋零件是发动机和前排座椅。911标志性的水平对置6缸发动机的气缸在这里并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只是在说明书中写下了911诞生是采用空冷式6缸 Boxer 发动机。虽说即使模拟了发动机气缸形态，也会因为两侧遮挡而无法一眼看到，但设计上还是应该保留。也许设计师在这里更想体现巨大的风扇吧。下一页则打起了情怀牌
一块编号3001的2×4红色标准砖就代表了发动机的核心。这个零件也是最早一批的乐高自动结合积木零件，并一直沿用至今。在1949年乐高刚开始做自动结合积木的时候，3001这种标准砖零件的底部并没有现在司空见惯的内扣管，用来咬合下方的砖块，而侧面则带有一个凹槽。1954年诞生的编号3001A 的砖块就已经出现了底部的内扣管。1958年乐高的那份著名的专利中，也是通过3001这个零件进行的专利描述。所以这个代表了乐高70年积木进化之路的零件，搭建同样传奇的911发动机，相信这也是设计师向曾经的经典致敬的一种方式。座椅的搭建延续了10265的风格，此次10295诞生了一些零件的全新颜色，很多都是来自这两张棕橙色的座椅。第5代零件中的转向系统应该是这辆车唯一的一个机械功能。为了适应911扁平低矮的前舱，10265带来的转向结构在这里做了一些调整。连入方向盘的齿轮从40齿缩减为16齿，所以转向传动轴偏置于左侧，传入负责拉动转向滑块与转向拉杆的2个孔梁，利用孔梁自身间隙实现角度并不算大的转向效果。这是目前小颗粒模型转向最常用的结构，也是最为节省空间且高效的转向结构之一。前轴通过栓连接底盘前端，看到这里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底盘前端要用到一个2×2的圆柱形的砖了。因为我们要同时利用它顶部的凸起扣以及贯穿的栓孔，16齿咬合8齿，最终联动了方向盘。由于这里经过一组齿轮导致了反向，所以转向拉杆被置于车轴之前。前保险杠再次使用了夹子与手柄零件可以反向连接的特点，使得保险杠可以从上下2个方向进行反向搭建，这也是180度背靠背 slot 搭建方式之一。也许是为了不让拼装显得无聊，这里又看到了关于911车型的介绍。为何从901更名为911？相信那个喜欢0作为3位数的中间数字来为车型命名的厂家，大家也并不陌生。第6代中的零件让我有一些激动，2个车门波澜不惊，这里很好的体现了乐高设计师对其零件尺寸的精确使用。只是10295这次放弃了车门的铰链限位，而这个编号6267的全透明挡风玻璃正是让我激动的地方。那个模型小组最经典的5571、5563的挡风玻璃又原汁原味的回来了，它的零件价格也势必会有回落。挡风玻璃所连接的夹子咔嗒一声通过中控台中央的手柄连接到车身，这里我们顺便对长期以来对咔嗒积木读音进行一下更正， CADA 正确的读音是咔嗒。第7代零件是2个版本的911所共用的底盘最后一代零件。前轮毂内部面板的使用大概率是为了防止前轮转向的时候轮胎蹭到轮毂，车灯则用到了细棒穿入标准黑栓，可见这也是乐高官方的标准搭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开始，乐高为古老的几种栓零件做了更新，零件编号也均发生了变化。前舱盖上印有保时捷 logo 的印刷件立马让模型显得很有档次，夹子和手柄则保证舱盖是可以开启的。到这里我们也必须面临艰难的选择，是要性能强劲的 Turbo 还是亲近自然的 Targa。 大家看到这里也可以做出一个选择。然而我们想说的是，从一种模式向另外一种模式的改装才是10295设计最具亮点的地方。3、2、1。选择了 Turbo 版本的朋友，可以通过第89号零件袋得到一款后部为宽体的、有着夸张尾翼的性能机器。这里有巨大的进气道和涡轮增压器，曾经的911 Turbo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 Turbo。后部两侧的三角窗由2组透明面板构成，其中最后一块面板通过印刷件的方式还原了 C 柱的造型。后挡风是一款大尺寸的垂直挡风玻璃，所以全透明件在10295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原车的尾翼在这里非常好的被还原了出来，顶棚只是依靠 A 柱一侧的夹子放在 B 柱顶上，所以10295应该是不能只通过顶棚拿起来的。但这一块我们也实在没法验证，如果之前已经看过 Targa 版的朋友，这一段可以跳过了。这个后轴可能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为什么要用一堆板来固定车轴，并且用夹子卡在底盘上？相信设计师这么设计肯定不是为了提升底盘和制动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退回到刚才的抉择时间，通过 Targa 版本来寻找答案。最终通过全新的圆角斜坡零件做的加宽轮毂，以及全新黑色版本的轮毂， Turbo 版的911就诞生了。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总认为这辆车在某些地方的线条稍微有一点奇怪，是顶棚还是后翼子板，总是感觉有一些不协调。起码从大体的车身流线上看，不如 Kada 的 C61045 那台。选择了 Targa 版的朋友，通过第8、10号零件袋将得到一款可拆卸顶棚的911。如果选择过 Turbo 版本911的朋友，在这里就会明白后轴为何要这么设计。为了更好的拆卸后轴，这里只有夹子这一个固定点。利用板件拼装的后轴，可以非常随意地控制后轴的轮距，不管是加宽还是缩窄。配合标准宽度的后轮轮距， Targa 的后轮眉也没有 Turbo 那么夸张，和前轮保持了一样的风格。Targa 版本不强调极致的性能，所以发动机舱内的设施相对 Turbo 也没有那么夸张。防滚架以及消失的 C 柱是 Targa 版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全透明的 1×2×5 长条砖和半圆筒零件组成了一体的侧窗和后挡风。这里可以看到没有内扣管的零件，确实可以让车厢更加通透。还记得在第2道拼装时我们卖的第2个关子吗？那个反向安装的零件其实正是 Targa 版本用来固定后挡风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拼装 Targa 版本，也许就不会明白设计师的用意。黑色的可拆卸顶棚，敞篷状态下可以刚好放置在前备箱中。我们当然也可以将它通过夹子固定在防滚架上，就跟真车一样。最厚道的地方是 Targa 版自带了4个和10265一样的银色轮毂，提供2套轮毂，这在乐高的官方产品中并不多见。相对 Turbo 版本， Targa 版相当于提供了2种静态的效果，敞篷与合棚。虽然没有加宽的后轮以及尾翼，但我个人反而更喜欢更加通透的 Targa 版。最后多达3整页的零件表体现了10295丰富的零件类型，但它的配色总体还是比较单调的。合上260多页的说明书，我们再来看一看10295的静态观感。联动方向盘的前轮转向，两侧车门、前后舱盖，这些都是目前创意高手车模的标准功能了。前排座椅可以进行轻微的角度调节，但白色车身显得太过普通，零件也更容易出现色差。幸好设计师在内饰的配色上多少挽回了一些颜色方面的尴尬。内饰虽然通过印刷件还原了保时捷的5连仪表，但整个内饰的细节，作为乐高、作为创意高手来说，还是有一些简单。911本身并不是很容易设计出太多复杂的功能，所以10295将2合1作为产品的核心卖点。它的整体的模型设计也全部都是为了2合1的2种模式来服务。如果我们仅仅只拼装其中的一种模式，尤其是 Turbo 版本，也许就无法完整体会到设计师的良苦用心。最关键的是，这应该是创意高手接棒乐高高年龄段的小颗粒车模后推出的第一款真正具备完整多种拼装模式的产品。它也让我看到了20年前模型小组的真正回归。我们为去年的10274捉鬼车起了“你好，模型小组”的标题，那是因为那款产品的许多设计细节都在对90年代最辉煌的模型小组致敬。这一次的10295更是将模型小组标志性的2合1玩法带了回来，当然也包括了那块5571的挡风玻璃。与其说10295是对保时捷911的致敬，倒不如说它其实是对模型小组乃至整个乐高积木的致敬，就像发动机核心的那块编号3001的2×4红色砖一样。这就是我们从这本10295的说明书中感受到的。虽然没有手拿实物，但我们还是能从这本书中体会到设计师在整个模型设计、拼装步骤中融入的设计细节。就像保时捷911一样，传承也许就是乐高产品渗入骨髓的一份独特的基因。
这是一期临时插队的节目，说实话，这类非实物节目的制作比实物要麻烦很多，所以画面中的这件事儿就拜托大家了。转发对于专家号来说也同样重要，谢谢各位。